女孩刚要开门回家，不料却突然被人从后面袭击，然后她就被绑起来强奸了。女孩拼命挣扎想挣脱，但歹徒绑的实在是太牢固了。不仅如此，她的眼睛也被灼伤，女孩只好伸手去够桌上的电话，直到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后，她才终于抓到电话报了警。然而事后警察在现场找到了一瓶氨水，又得知凶手就是将氨水倒入女孩眼睛，试图弄瞎她，而且还塞住她的嘴，并在胸部以下割伤了她后，本森突然就震惊了，因为这名罪犯8年前就判无期徒刑了，他应该在监狱里的，怎么会又犯案呢？随后经过和监狱联系得知，当年同样这样行凶的那个强奸犯确实正在监狱里服刑，因此有人猜测他有共犯，而本森则推断是他找人在监狱外模仿他的犯罪方式，好让人质疑他的判决。然而这些都只是猜想，最后大队长只是兵分两路，同时去监狱调查和问询受害者。接着警察就来到医院询问了受害者吉娜，但他不认识凶手，只记得对方穿着白色的海军制服，过程中也没开口说话，所以是基本没提供什么线索。不过鉴识科的绳索专家却有了发现，他发现凶手在捆绑时所打的绳结与正常人有差异，根据绳头的位置说明对方是个左撇子，这也算是一个重大发现了。而已经服刑8年的那个强奸犯永强更是否认强奸了吉娜，并且对本森怨气很大，因为当年就是本森把他抓住的。他虽然认罪了，但却表示都是被屈打成招的。可本森的理由也很充分，当时受害者认出了你，并且你也没有不在场证明。然而永强却坚称我那晚在派对上嗑药了，当然不敢承认在哪里，但警察才不听他的狡辩，直接问起了共犯的事，是怎么让他模仿你犯案的。对此永强当然不承认，可本森认定就是他指使的，非恐吓他让坦白。然而永强已经被判无期了，他不惧任何威胁，但本森就不想放过他，即使永强大喊那个变态在逍遥法外，你们却在我这里浪费时间，本森也丝毫不为所动，反正认定这是肯定与永强有关了。不过最终俩人也没从永强嘴里套出什么，而看守也证实永强入狱后一直在学习法律知识，还有就是记性，并且简直就是沉迷写信，每天都写20封，1周7天从不间断，这是唯一的线索了。然而当查阅了永强写的信后，警察发现都是写给律师、记者、议员和总统的，没有一个可疑人物。至此调查了一圈后，大家都没有找到实质性的线索。而这时有人查了永强入狱后监狱释放的囚犯名单，发现有一名是退伍海军，名字叫玉田，已被开除军籍，他的罪名就是强奸未遂，并且巧合的是，帮他准备过假释的人正是永强，这就对了，肯定玉田就是那个模仿犯了。永强帮玉田出狱，玉田作为回报也在帮永强。随后警察就来到了玉田家，不料开门的竟是个15岁小姑娘。她说玉田不在，可警察不信，直接推门检查了起来，却发现后门有人影，于是立马便追了过去。显然玉田想逃，不过他跑得再快也快不过子弹，最后在警察的枪口下，他不得不乖乖束手就擒。当然玉田肯定不承认自己是强奸犯，于是本森又开始了严刑拷问。玉田不承认，本森就给他看现场，强逼着他认罪，可玉田仍是嘴硬，只承认是永强帮着出狱的，其他的什么也没做。结果本森立马推断出你因此欠了情，他告诉你如何犯罪，然后你就做起了模仿犯。虽然玉田听了一脸懵，但本森才不管，反正如果不招供就把你投回监狱。可玉田只承认永强只是一直说不是他干的，然而本森有自己的理由，接着罗列你有海军制服，还会打绳结，又了解犯罪过程，同时还欠永强人情，这些条件你都符合，所以你就是强奸吉娜的人。并眼见玉田还想顽抗到底，便又立马加大了拷问力度。不管玉田怎么辩解，本森都将他怼了回去，整得玉田终于扛不住了，立马就要招认了。可就在这时，突然搭档喊了停，但本森不管，因为玉田马上就要招了。虽然搭档称有新情况，可现在是关键时刻，本森不能停。然而确实有突发事件，本森最终不得不中断了审讯。对此他对搭档还颇有怨气。不料大队长却带来了一个消息，吉娜指甲里的表皮细胞 DNA 比对出结果，显示与玉田的不符，所以犯人不是玉田。但本森称他快坦白了呀，可这也并不代表就是他，因此本森差点又屈打成招。最后虽然玉田不是强奸吉娜的人，但警察却以和15岁姑娘发生关系为法定强奸罪，将他又送回了监狱，而强奸案又回到了原点。可本森仍坚称一定与永强有关，哪知搭档却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就是2起强奸是同一人所为，但这个人不是永强，这明显违背了本森的意思。可大队长也不想这么轻易下结论，当即只是找出凶手就会水落石出了。结果就这么调查了1周后，警察根本没找到丝毫线索。虽然本森仍一意孤行，但搭档有些话不得不说了，他注意到了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专家说2起强奸犯是左撇子，可从永强写信的笔记来看，他用的却是右手。对此本森还想强词夺理，不料却被大队长拦住了。既然吉娜强奸案毫无进展，他只是那就回头重新审查永强的案子，看是否有遗漏的地方。于是本森又来询问了受害者艾尔，他就是8年前被永强强奸的人。随后警察拿出了一张素描，那是根据吉娜描述画的嫌疑人，而艾尔仔细看了半天后终于认出了那身制服。可当问起脸时，他却不记得了，但却一口咬定就是永强强奸了我，这一看就是在赌气。接着警察不得不慎重地问，你到底看清了对方的脸没有？然而艾尔确定看到了制服，却回避了脸的问题。而当警察再想问时，他却不耐烦了，反问为什么来问我？是你告诉我永强知道所有细节，
他知道用来堵我嘴的是我的那条围巾，所以之后我再也不穿红色了。不料听了这话后，本森顿时震惊了，因为刚才艾尔说红色，接着本森赶紧问你的围巾是红色的。对此艾尔十分确定，结果本森如遭雷击，随后就急急忙忙跑回了派出所，翻找起了当年强奸案的证据。因为永强认罪时说围巾是绿色的，这与艾尔说的相反，而证物登记表上写的也是绿色，可实际围巾却真的是红色的，明显登记表写错了，这下问题就严重了。And you weren't at the crime scene? I was at the hospital with Ariel. So you questioned Pena off an evidence log that you didn't know was wrong. It seems I must have mentioned the green scarf. And then when he was tired and exhausted and confused, he must have repeated it back to me. Himself away for 300 years. He recanted. He kept telling me that he was innocent. 但本森却从未想过去相信他，才导致永强坐了8年冤狱。对此，检察官也简直不敢相信，登记的警察竟是个色盲，他错误地将红色写成了绿色，犯了这么大一个错误。对此，本森也深刻检讨了自己的过失。但不管怎么样，那份认罪是无效的。大队长也支持重新验 DNA， 可检察官却很是生气，他担心永强反诉检察院和警方，这整的本森决定去找永强，要求承担所有责任。不过检察官拒绝了，还是先同意永强重新检测 DNA 吧，以后的事也够头疼了。而很快结果出来了，2起案子绳索上的 DNA 属于同一人，却不是永强，所以确定永强是被冤枉了。本森告诉他会重启调查的，哪知永强并没因此而高兴，反倒咬牙切齿质问 ：“You telling me something that I told you 8 years ago? Innocent. I don't want a retrial. I want them to vacate my conviction.” 不过律师也劝他，永强这才愤愤地接受，剩下的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每次见到本森都惹一肚子气，而既然永强是冤枉的，那接下来就是要找出真凶了。好在这时案件有了新进展，结果发现不止这2起强奸案，还有另3组相同的 DNA， 由国际刑警提供，在不同的年份间、不同的国家，同一个凶手犯下了同样的案件，而根据案发地都是港口城市，案发时间都是国际海军交流期间，加上国内 DNA 数据库里没有证人，和他行凶时不说话来分析，警察推断凶手是一名外国海军，而现在又是国际海军交流中，所以他又回来强奸了吉娜。接着又查到现在有3艘外国舰艇来访，其中2国海军服饰差异很大，只有巴西海军的制服与本国相似，所以受害者会认错，以为他是本国的海军。可糟糕的是，这艘巴西舰艇明天就要离开了，然而凶手到底是其中的谁，现在还没搞清。不过当年只认过永强的几人首先有嫌疑，于是迫于时间紧迫，死马当活马医了。大队长只是立马让受害者先指认这几人照片，不料艾尔仔细观看后，先略过了永强，然后一眼就认出了真凶，果然是其中的一个人证。而艾尔也意识到自己当年错得离谱了，同时吉娜也进行了指认，也很快认出了同一人。结果这让他大为恼火，怒斥警察真凶已经犯案8年了，如果你们没有抓错人，我就不会遭遇这样的事。而这话就像刀子一样扎在了本森心上，但他也只能说 sorry。既然真凶确认了，那接下来就是抓捕了。可坏消息也随之而来，真凶已经登船了，警察没权利去外国军舰上抓人，而巴西政府也不可能将自家海军交出来。如果走外交途径得需要几天，那时军舰早就回国了。不过聪明的警探却提出真凶并没有察觉，而想让水手下船也不是那么难。其他人一听就明白了。随后警察当晚立马安排了一场派对，用漂亮的姑娘把凶手又勾引回了陆地，然后就在他得意洋洋之际，突然亮明了身份。不料水手还想反抗，但他面对的可是人民警察，很快就被制服了。也从他的出拳看出他真的是个左撇子，一切就都对上了。就这样真凶伏法了。随后永强也进行了翻案重审，检察官没有任何异议，于是法官当庭宣布永强无罪释放。坚持上诉了8年，永强终于成功了，他瞬间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一切都是皆大欢喜。